如果有一天你醒来，发现自己生活的世界不过是一段代码，你会怎么做？是继续安心生活，还是试图找到漏洞逃离？这个问题正在从科幻走向严肃的科学讨论，而不再只是哲学猜想。例如，一些物理学家尝试从宇宙的计算极限入手，研究宇宙是否存在类似分辨率上限、信息带宽限制，甚至像素化结构。还有研究提出，如果宇宙是模拟的，那么其底层可能存在类似压缩算法的痕迹，比如某些高复杂度区域才被精细计算，而其他区域被粗略渲染。与此同时，人工智能也开始参与设计量子实验，通过寻找异常物理现象来测试现实的底层规则。这些进展虽然还远远谈不上证实模拟假说，但它们标志着一个重要变化，人类开始尝试用科学方法触碰这个看似不可验证的问题。回到那个经典场景，在电影《黑客帝国》中，Neo面临红蓝药丸的选择，这不仅是剧情转折，更像是一个哲学实验。如果真实是痛苦的，而虚假是舒适的，人是否应该醒来？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，如果我们真的想醒来，有没有可能做到？关于我们是否生活在模拟中的讨论，可以追溯到勒内·笛卡尔的怀疑主义，但真正让这个问题进入现代学术视野的，是尼克·波斯特罗姆在2003年提出的模拟论证。它的核心逻辑并不复杂，如果一个文明足够先进，能够运行大量祖先模拟，那么被模拟的意识数量将远远超过真实世界中的意识。从概率上讲，我们更可能属于模拟，而不是原始现实。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知名人物的回应，比如埃隆·马斯克曾直言我们处在真实世界的概率极低，尼尔·德格拉斯·泰森给出大约一半的可能性，而汉斯·莫拉维克则认为几乎可以确定我们身处模拟之中。当然，也有反对者，例如大卫·基平通过贝叶斯分析认为概率更低。这种分歧本身说明，这个问题正处在科学与哲学的交界地带。如果我们接受一种假设，那就是我们可能真的在模拟之中，那么下一个问题自然是，我们能不能逃出去？来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罗曼·雅姆波尔斯基在2023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研究方向，他系统性地分析了逃离模拟的可能路径。在他的框架中，逃离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，而是分层的，从最初的怀疑到获取外部信息，再到与模拟者沟通，最终甚至把意识转移到基础现实。为什么要逃离？这背后的动机其实非常现实。如果外部世界掌握更高维度的知识和计算能力，那么那里可能拥有我们无法理解的科学真理，甚至包括宇宙的起源和意识的本质。更激进一点，如果能够接触模拟的源代码，理论上甚至可以修改规则，消除痛苦，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永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具体怎么做？最直接的一种方式是请求帮助，也就是通过某种方式让模拟外部的存在注意到我们。这听起来很荒诞，但在理论上类似于一种社会工程学攻击。如果我们的行为被监控，我们或许可以刻意表现出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被模拟的，从而引发外部干预。更技术化的路径则是寻找系统漏洞，这一点在游戏世界中已经有现实案例。程序员通过精确操作，在经典游戏中实现任意代码执行，最终获得对整个系统的控制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一个游戏角色拥有足够的智能，他理论上可以通过操控自身行为来重写运行他的程序，那么物理规律可能只是接口，而不是底层规则。如果我们能找到某些极端条件，让系统出现异常，比如信息溢出或计算冲突，就可能暴露出底层结构。一些更激进的设想甚至包括让大量人类同时进行某种极端行为，试图制造系统负载异常，或者通过奇怪的方式观察世界，像模糊测试一样去触发潜在漏洞。还有人试图从量子力学入手，因为量子现象本身就充满反直觉，比如叠加态和纠缠。有人认为这些可能是模拟中的计算痕迹。而在所有这些路径中，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在浮现，那就是人工智能。现代 AI 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规模驱动的趋势，只要数据更多，算力更强，模型更大，能力就持续提升。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远超人类的超级智能。而雅姆波尔斯基指出，这与另一个问题形成了镜像关系，那就是 AI 能否逃出人类为它设计的虚拟环境。
如果一个被严格限制的 AI 最终仍然能够找到漏洞逃脱，那么这就意味着任何足够复杂的系统都不可避免存在可利用的缺陷。反过来，这也暗示，如果我们身处模拟，人类或 AI 也许同样可以找到出口，但现实并不乐观。研究表明，我们甚至无法完全理解现有的复杂 AI 系统，更不用说控制未来的超级智能。我们无法预测它的具体行为，也无法彻底验证它的安全性。这种认知上的极限，意味着如果存在一个远超我们的模拟者，我们可能根本无法理解它的系统，更谈不上破解。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如果我们的身体、感官甚至意识本身都是模拟的一部分，那么逃离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就像小说中的角色无法跳出书页一样，一个完全被定义在系统内部的存在，可能在逻辑上就不具备脱离系统的能力。尽管如此，历史经验给了我们一丝微弱的希望。几乎所有复杂软件系统都会出现漏洞，从操作系统到大型网络游戏，无一例外。如果宇宙真的是某种程序，那么它也可能不是完美无缺的。但到目前为止，人类尝试过的各种方法都没有产生任何可验证的结果。无论是祈祷、宣告拒绝、增加计算负载，还是进行极端物理实验，都没有让世界显露出裂缝。这也许说明两种可能，要么我们并不在模拟中，要么这个模拟系统的复杂度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，以至于所有尝试都显得像在用石器破解超级计算机。最后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如果世界真的是一场模拟，我们能否像黑客一样越狱逃离？答案是，从理论上看，也许存在可能，因为任何复杂系统都可能存在漏洞，但从现实来看，这种可能性极其渺茫。我们缺乏对系统的认知，也缺乏足够的能力，更无法确认外部世界是否真的存在，或者是否愿意让我们离开。也许最耐人寻味的一点在于，如果真的有人已经成功逃离了，他们将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存在。正如雅姆波尔斯基所说，我还在这里，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事情。或许真正的答案不是我们能否逃离，而是我们是否需要逃离。在一个无法被证伪的系统中，寻找出口本身，可能就是人类对未知最本能的回应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如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哦。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您的支持。